救命！救救我！都出来，别管他，谁敢回去，谁就陪他一起死！沈姑娘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沈家一夜获罪，父兄生死未卜，我被流放到这座人人嫌弃的废矿。他们都说，到了黑风矿，命就不值钱了。可若我今日也退了，那我和那些看着沈家被冤却闭口不言的人，又有什么分别？沈姑娘，沈昭宁，你疯了！你一个罪女，死在里面，没人给你收尸。别救我了，我是矿奴，不值钱。矿奴也是人，你的命不该由他们说了算。他们想让我死在废矿里，那我偏要从这堆废石里炼出一条生路。沈家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。沈家男丁押入天牢，女眷没入罪籍。沈氏嫡女沈昭宁流放北境黑风矿，终生为奴。不可能！我父亲镇守北境20年，身上37处刀伤，他绝不会通敌。沈大小姐，哦不，现在该叫沈矿奴了。圣旨已下，你喊破喉咙，也没人会替沈家翻案。我要见圣上，我要见我父亲，我要看所谓罪证。罪臣之女，也配谈罪证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他才8岁。沈家人没一个无辜。我不能死，父兄还在天牢，沈家还背着叛国污名。带走。只要我活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这道圣旨背后的人一个个挖出来。爹，哥哥，等我。听说这位沈大小姐以前在京城出门8个丫鬟伺候，到了黑风矿，怕是连条狗都不如。沈昭宁，你可知黑风矿是什么地方？那里事故比矿石还多，进去的人10个有9个熬不过冬天。你若现在肯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让你路上少吃些苦。你这么想让我死在路上，是怕我到了黑风矿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押送一个罪臣之女，本不该劳烦王大人亲自走这一趟，除非我的命比你嘴上说的值钱。哼，沈家人果然不蠢，可惜越聪明的人在黑风矿越撑不久。那就看看我能不能活过你们想让我死的日子。加快，天黑前到黑风矿。沈家铁骨，宁折不弯。这就是京城来的贵女，沈家罪女交给你们了。细皮嫩肉的，怕是连矿镐都拿不动。沈昭宁，到了黑风矿，就忘了你什么将门嫡女的身份。这里没有小姐，只有矿奴。我父兄尚未定死罪，我也不是奴。圣旨说你是，你就是。在这里，本官让你活，你才能活；本官让你死，你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。赵八子，带他去废渣地。既是罪女，就从最脏最贱的活干起。是，大人。今晚把这片废渣挑完，挑不完，不准吃饭。这一整片，嫌多，那就别吃。这细胳膊细腿，怕是连筐都背不动。京城贵女挑废渣，这画面可真新鲜。
黑红铜纹，灰金铁骨，这不是普通废渣。我幼时随父出入军备库，见过铸甲旧图。这种黑红矿若火温足够，可出玄铜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些都是废渣，炼不出东西的。你们用什么炉炼？老炉，火上不去，炼出来都是淬铁。所以赵矿头说这是废矿。不是废矿，是炼法出了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把能炼玄铜的矿当废纸扔了。他说废渣能炼玄铜，玄铜那可是能入冰蝎的好料，他怕不是流放路上冻傻了。在黑风矿，刘大人说他是废渣，他就是废渣。你一个罪女，懂什么矿？我是不懂你们贪了多少修路银，但我懂一件事。什么？废的是人，不是矿。赵矿头，他刚来，不懂规矩。不懂规矩，那就让他去3号洞学。3号洞，那里前几日才踏过，进去就是白白冒险啊。3号洞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能教你闭嘴的东西。进去。赵矿头，3号洞之木烂了，真会出人命。矿奴的命什么时候值钱了？黑风矿的人被压得太久，已经忘了自己的命也值钱。我要活下去，就不能只靠自己。我得让他们先记起来，他们是人，不是石头。你叫什么？阿烟。阿言，等我出来。出来？你先能活着再说吧。不对，这里马上要塌。沈姑娘，退，都退远点，里面的人死了就死了。沈姑娘这边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带你出去。趴下！都给我退！谁敢进去，谁就跟他们一起死！沈姑娘，你走，别管我。闭嘴！我刚让你等我出来，没让你死在我前头。他们想让我死在废矿里，那我偏要从这座废矿里救出第一条人命。石头压的是腿，不是胸，你撑得住。可他们不会救我的。沈昭宁，你想死就死远点儿，别连累大家。洞顶还在炼，最多半炷香就会2次塌发。要救他，必须先撑住左侧之木，再撬开压腿的石头。要活命的，就把外面的短木和绳子拿进来。沈姑娘，里面还会塌。正因为会塌，才要立刻撑动。你们若现在不救他，下一次被压在石头下的就是你们。谁敢进去，我就扒了谁的皮。赵矿头这么怕人进去，是怕他们救出阿晶，还是怕他们看见3号洞里的枝木早就烂透了？你胡说什么？3号洞每季都有修缮银，为何枝木烂成空壳？赵矿头，这银子是被老鼠啃了，还是被人吞了？我就说3号洞早该修了。上个月洞里塌过一次，赵矿头说没银子换木。现在还要等吗？等洞塌完，等证据被埋，等阿健出事，你们就真的什么都问不出来了。我去，我也去，反了，你们都反了。左侧枝木斜撑，绳子套住这块石头，不要硬拖，先抬3寸。3寸够吗？够他拖出卡点，再多洞顶承重风险会变高。沈姑娘，我不行了。看着我，别闭眼。你要是敢死，我就白挨这些灰了。我不会死。好，听我数，3、2、1，抽腿！
走，全部撤！若不是沈姑娘让我们撤，刚才我们都得困在里面。3号洞果然撑不住了。沈姑娘，你为什么救我？因为我也曾以为有人会来救沈家，后来我才明白，等别人救太慢，所以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沈昭宁擅自停工，还蛊惑矿奴闹事，害得3号洞塌了。分明是3号洞早就该修，是赵矿头逼沈姑娘进去的。闭嘴！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？沈昭宁，本官刚让你进矿，你就闹出塌方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刘大人说错了，塌方不是我闹出来的，是你们拖出来的。放肆！3号洞枝木腐烂，洞顶裂缝未补，潮水渗蔽无人管。朝廷每季拨修缮银，刘大人敢问一句，这银子用在哪根木头上了吗？罪女胡言乱语！你们在3号洞挖了这么久，换过新枝木吗？没有，半年没换了。不止半年，3号洞的主梁1年前就该换。好啊，刚来第1日就敢挑拨矿奴质疑官府，看来沈家通敌果然不是空穴来风。沈家有没有通敌，不是刘大人一句话定的。可3号洞为什么会塌，今夜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来人，将沈昭宁拖去鞭刑台。本官今日就教教他，什么叫黑风矿的规矩。沈昭宁，你真以为你还是将军府嫡女？到了黑风矿，你的骨头再硬，也会被一寸寸打软。刘大人这么急着打我，是因为我说中了？30鞭，打到他认错为止。大人，他救了我的命，要罚就罚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替他求情？怕是黑风矿最锋利的锁链，他们不是不想救我，是被打怕了。我要让他们看见，刘崇不是天，赵八子也不是命。刘大人，打死我容易，可你就不想知道黑风矿为什么被称为废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从3号洞挖出的废汁能炼玄铜。玄铜，那可是能入冰蝎的好料啊！废渣炼玄铜，沈昭宁，你为了逃鞭子，连这种鬼话都编得出来？是不是鬼话，一炉便知。你真能练？若练不出，30鞭，我1鞭不少受；若练得出，如何？3号洞塌方之事，刘大人暂且不许再牵连救人的矿工，并且我要挑10个人帮我开炉。你一个罪女，还敢跟本官谈条件？刘大人可以现在处置我，然后继续守着这座人人嫌弃的废矿，也可以给我1夜。若黑风矿真能出玄铜，大人升官发财指日可待。大人，别听他胡说，他这是拖延。赵矿头这么怕我开炉，是怕我练不出，还是怕我练出来？松绑，本官给你1夜，天亮之前若炉中无玄铜，你便受30鞭；若敢逃，所有帮你的人一并重罚。1夜足够。沈姑娘，这炉子破成这样，真能炼玄铜？炉子破，火就难稳，火难稳，就要靠人稳。我们该怎么做？你筛黑红矿，你把灰金矿敲成小块。阿燕，你腿伤未好，坐着看风口颜色，火色变淡就提醒我。老伯，你手风伤，听我号令拉风。你信我？你在矿上做了30年，看火比他们准。装模作样。天一亮，照样得挨鞭子。点火。沈姑娘，火散了。加风，不加炭。为什么不加炭？此时加炭，火会浮在表面，矿心炼不透。先让风进去，把火压进矿里。火入矿心，难怪我们从前炼出来都是淬铁。不是矿不好，是火没吃进去。去，把那堆黄色矿也加进去。放下。
怎么加点矿也不行？这矿硫气重，现在入炉，轻则坏一炉铜，重则炸炉伤人。赵矿头是想毁炉，还是想杀人？你少吓唬人！真会炸！赵矿头，你想害死我们？我又不知道。所以，不懂就闭嘴。青白火，这破炉竟烧出了青白火！沈姑娘，是不是快成了？还差最后一口风。全力拉风。好。时辰到了，沈昭宁，本官的玄铜呢？大人，他肯定练不出来，小的这就拖他去惩戒台。开炉。真的有东西。验。哼，不过是一块废铁，看我砸碎它！没练，真是玄铜！法扎竟真的练出了玄铜！好啊，黑风矿竟真能出玄铜！刘大人，现在还要打我30鞭吗？大人，他只是运气好。赵矿头若觉得是运气，不如你也用废招练一炉。沈昭宁，你既有练玄铜的本事，从今日起就留在炉房练矿，练法教出来，本官可暂不追究你之前的事。这般说法，玄铜炼制环环相扣，缺了熟手匠人，成品必废。刘匠人按期出铜，竹众人练作罢。好，昨夜之事，本官暂且放下，但你记住，你仍是矿中登记劳作之人。玄铜是黑风矿的，唯独不是你的。我明白。留意他的一举一动，炉法到手之前别让他有闪失，炉法到手之后再按矿规安排。小的明白。沈姑娘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你说分哪堆，我们就分哪堆。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个年轻人，你算一个。沈姑娘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以后我跟着你。想跟着我，就别再把自己当矿奴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是开炉的人，是炼矿的人，是能把废石变成玄铜的人。他们说这是废渣，可只要火够旺，废渣也能成器。废渣炼玄铜，这消息若送回周家，周爷必有重赏。爷，小的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沈昭宁昨夜只用黑风矿废渣，真炼出了玄铜。黑风矿那堆废石，我当年看都懒得看，没想到倒让一个罪女捡了便宜。爷，要不要把她抓来，逼她交出炼法？抓？太粗了。一个罪女能活到今日，靠的无非是炉火，没了炭，炉子一冷，她自然会跪着来求我。小的这就通知山外炭商，不许再给黑风矿送一车炭。不止炭，粮也断一半。粮也断，矿工吃不饱，炉火就烧不旺，人心一散，他炼法再好，也不过是孤掌难分。北京的铁杏洲，一个罪女想改规矩，先让她知道谁才是规矩。黑红矿一堆，灰青矿一堆，黄色矿单独放，绝不可混入主炉。沈姑娘，黄色矿为何不能入炉？昨夜差点炸炉，就是因为它。此矿硫气重，火候不到会毁炉，但不是全无用处。以后若要是火是风，反倒用得上。原来矿没有全废的，只看用在何处。人也一样。沈姑娘，那我能做什么？你腿伤未好，暂时不下矿。从今日起，你负责记矿。我？记矿？谁分了多少矿，谁守了多久炉，谁拉了几次风下，都要记下来。可是我不识几个字。我教你，不会写名字，就先画符号。只要账清楚，谁都别想吞你们的功。我学。一块废渣炼出的玄铜，竟有这等质地。若本官将此事报上去，升迁指日可待。大人，那沈昭宁不好控制，昨夜矿工都向着他，若再让他炼几炉，恐怕什么？恐怕这黑风矿的人都只认他，不认大人了。一个罪奴
也配让本官忌惮？小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他现在手里有炼法，矿工又听他的，万一他借机生事，所以炼法要拿到，人心也要打散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去告诉矿工，玄同是朝廷的，他们昨夜帮着开炉，不但没有功劳，反有私炼之嫌。若再跟着沈昭宁，本官一律按聚众作乱处置。小的明白，让他们怕，他们就不敢跟了。还有，盯着沈昭宁，他若敢私藏义钱，本官就能名正言顺重罚他。小的这就去办。昨夜若不是沈姑娘，我们早死在3号洞了。小瘸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赵矿头打伤魏玉的矿工，是刘大人的意思，还是你自己的意思？少拿刘大人压我。沈昭宁，你别以为练出一块玄铜就真能翻天。这黑风矿里，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是刘大人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你说什么？昨夜开炉，刘大人亲口允我挑10人帮忙，若他们有罪，那就是刘大人准许矿工参与私炼。赵矿头今日这番话，是想替刘大人认罪。你少胡搅蛮缠！到底是数搅蛮缠？去请刘大人来，当众说清楚便是。行，沈昭宁，你有种！站住！你还想如何？给阿燕道歉。你让我给一个矿奴道歉？他是昨夜守炉的人，也是被你强逼进3号洞才受伤的人，你欠他一句道歉。我要是不呢？那我便告诉刘大人，昨夜有人故意往主炉里加硫矿，险些炸毁玄铜。赵矿头觉得刘大人会饶过毁他升迁路的人吗？原来昨夜真是他要炸炉，他根本没把我们的命当命。对不住。大声些，他听得见。3号洞里那些被你害死的人也听得见。对不住。沈姑娘，赵矿头吃了亏，一定会报复。刘大人也不会真让我们分钱吧？这是昨夜那块玄铜，我让人换了银，这是第1炉的钱。你没交给刘大人？交了关账，但昨夜帮着开炉的人也该拿工钱。勤劳守风下2个时辰10文，矿工陈六分黑红矿8文，王二守炉添炭8文，阿燕系封口，虽有伤但未退6文。沈姑娘，我只是坐着看火，怎么也有钱？看火也是工，你看肿了，炉就稳，炉稳，玄铜才出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拿自己的工钱。以前挖1天矿能多喝半碗粥就不错了。我儿子病了，我终于能给他抓药。从今日起，谁做工，谁领钱。谁伤了，伤病银里出。谁吞工钱，谁滚出炉房。秦老，不必跪。不是归你，我是替黑风矿这些年死在洞里的矿工谢一句公道。银钱不多，却能买回他们被践踏多年的尊严。人心不是靠喊来的，是一文一文，一命一命还回来的。大人，沈昭宁竟敢私自分钱！他哪儿来的钱？昨夜那块玄铜换的。他敢私卖玄铜！小的查了，他还交了关账，账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说是试炉所得，3成入关账，3成修炉，3成复工，1成伤病银。好精的账！大人，这账有什么问题吗？正是没问题才麻烦。他把关账列在前头，本官若罚他，就是不准矿山修炉，不准矿工做工。如今玄铜刚出，本官还要拿他往上邀功，不能明着动他。那就这么由着他收买人心。他能收买人心，靠的是炉火，没了炭，看他拿什么分钱。大人的意思是？大人，山外炭商突然派人来说，今后不再给黑风矿供炭了。周爷出手了。来得倒快。大人，这是好事啊！煤炭他炼不成玄铜，矿工自然会散。传话下去，若3日内楼火不起，沈昭宁私立规矩，扰乱矿务之罪，一并清算。小的这就去。就这点炭，最多撑1炉。山外炭商不送了，炉火一停，工钱就没了。沈姑娘，是周家干的吗？除了周万基，没人这么快下手。哟，沈姑娘不是能把废招炼玄铜吗？怎么，如今连炭都没有了？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？跟着他有什么用？他能给你们几文工钱，周家却能断你们的炭，刘大人能断你们的粮。没有炭确实炼不了，周家那么大，我们怎么斗得过？谁说没有山外炭就不能开炉？不用炭，你还想用血烧炉不成？秦老，
黑风矿附近可有旧炭窑，若窑里还存半熟旧炭，就能强火复烧。有倒是有，只是没人会复烧，烧出来不是灰就是尸炭。带我去。沈昭宁，你真以为自己什么都会？炼矿不够，还想烧炭？赵矿头若不懂，可以闭嘴。你昨夜已经证明过，不懂还乱碰，会炸。愿意继续开炉的，跟我去后山；不愿意的，我不强求。我也去。老头子这辈子只会麻矿，今日倒想学学，炉火没了炭伤，还能不能烧起来？我去，算我一个。烧炭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把一座荒窑烧活。这窑都塌成这样了，还能用吗？很多年前用过，后来炭伤进了黑风矿，这些旧窑就没人管了。窑提后，烽火性还在，修一修，先复烧旧炭，再补新木，能解3日即用。沈姑娘，你真会烧炭？在将军府时，我父亲说过，军中最怕的不是无铁，而是无火。火若断了，兵器、粮草、暖炉全都停。镇北军从前确实自己烧过炭。沈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沈家军的印。沈家军，他们来过黑风矿。20年前，好像确实有一队军爷来过黑风矿，那时3号洞还没封，听说他们在里面修过兵器，后来不知怎么连夜走了。父亲当年镇守北境，若来过黑风矿，废渣玄铜这些东西绝不会只是巧合。沈姑娘，这里有张烧焦的纸。这是沈家弩图。沈姑娘，你认识这张图？这是我父亲亲手改过的弩机图，他不该出现在这里。黑风矿不只是我的流放地，它很可能是沈家冤案的起点。沈姑娘，这张图真是你父亲的？这是沈家军机弩图。父亲曾说，此图只留在沈家军械房，非战时不得带出。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黑风矿的旧炭窑？我想起来了，20年前黑风矿确实来过一队沈家军，他们不从正道走，夜里进山，白日封窑，像是在避什么人。他们后来去了哪里？不知道。再后来，黑风矿被定成废矿，刘大人也来了。沈姑娘，你是不是查到沈家的事了？也许。那我们现在去3号洞查？不急。为什么？3号洞刚塌，贸然进去只会送死。更何况周家断炭，刘虫盯着，赵八子随时会咬人。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查旧案，那是什么？先把火烧起来。只有炉火不灭，黑风矿的人才不会散，人不散，真相才有机会挖出来。修窑，窑身没塌，能保火，坏的是封口和封泥。封口太大，炭会烧成灰；封泥不严，炭会加湿气，所以要先补窑，再控窑。沈姑娘，你连烧炭也懂？我父亲行军时说过，军中3样东西不能断：粮、水、火。火断了，铁不能炼，饭不能熟，人也撑不过寒夜。老将军懂兵，也懂活人。秦老，你带人补窑壁；陈六，你去找胶泥。是。王二，你带人砍松枝木，不要砍湿木，只取半枯的。阿燕，你腿伤未好，坐在这儿记功。我记，谁补窑，谁搬木，谁和泥，我都记下来。阿言现在倒像个账房先生。沈姑娘说了，不会说名字就先画符号，工不能白做。对，今夜修窑也算工。修窑也有工钱？只要是为了开炉做的活儿，都有。兄弟，听见了吗？别偷懒儿，这回是给自己干活。好。周万金断的是炭，可只要这些人心里还有火，他就断不干净。大人，沈昭宁带着矿工去后山救窑了。救窑？是，他说不用山外炭商，自己烧炭。一个醉女真把自己当成将神了，炼矿也就罢了，还想烧炭。大人，要不要小的带人把旧窑砸了？蠢！旧窑若砸了，矿工只会觉得本官怕他。他现在人心正盛，不能明着压。那就让他烧。烧炭最怕什么？湿气。不错，他若烧出湿炭，炉火不稳，玄铜炼不成，矿工自然会怨。大人的意思是？不是本官的意思，是山里夜路重，旧窑久废，炭料受潮。小的明白。若炉炸了，也是他自己逞能。记住，别伤着他，至少在炼法到手前，他不能出事。是。沈昭宁，你最好真有本事，否则本官的升迁路就拿你的命来填。封口小了半寸，我这就修。不用全改，留半寸缝。
黑风矿夜里风大，风口若按寻常救法，反倒会火急成灰。你这是借山风控火？山风不是坏事，用得好是天送的风香。原来这破山也有点用。没有无用的山，也没有无用的人，只是过去没人愿意好好用。冷不冷？不冷。我以前以为我这条腿伤了，就只能等着被赶出去饿死。现在我觉得我还能做点事儿。记账也是事，记清楚了，比多挖石喷矿都有用。沈小姐，我一定记清楚。风摇，点火。成不成？烟若发白，水气重，就看这一摇了。烟若发青，火入木心。等烟由清转淡，就可以封死。沈姑娘，烟变轻了。别急，现在才开始。这是什么？炒泥粉，掺进炭里，看着不显眼，一入炉就压火。他不是能练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火都起不来，他练什么？矿头，快点！赵矿头深夜来后山，是也想学烧炭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奉刘大人之命巡查旧窑，怕你们烧山。巡查旧窑需要往炭里掺潮泥。什么潮泥？你别血口喷人！潮泥混硫灰，有酸气，这味道赵矿头是闻不出来，还是装闻不出来？他又想坏炉。上次黄色矿差点炸死我们，这次又来。你们有证据吗？证据不急。赵矿头既然说没问题，那这筐炭我便当众试给你看。你想干什么？让你知道，你坏我的东西，也会成为我的东西。看清楚，左炉是新炭，右炉是潮泥炭。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掺的？所以我不说，我让火说。右边火不稳，炭里有湿泥，压火入主炉会坏油矿。这也不能证明是我。当然不能只证明你坏，还能证明它有用。坏炭还有用？潮泥炭火弱，但烟重，用来试旧炉回烟，正好。赵矿头送来这一筐，省了我们半日试炉功夫。赵矿头这坏心眼儿，倒也算出了力。那要不要给他记功啊？阿燕，记上。赵八子送潮泥炭一筐，供试炉用，公签0文。沈昭宁，你别太得意。赵八子，我给你留脸，是因为黑风矿现在还要开炉。再有下次，我不把你送去流虫面一见。你敢动我？我会把你丢进3号洞塌方口，让你亲眼看看被你吞掉修洞营的人究竟遭了什么罪。开窑取炭。成了，这炭火性稳，比山外炭商送来的还好。真的，我们自己烧成了。啊！走，回炉房。你们竟真烧出了炭！托刘大人的福，黑风矿旧窑尚能用，日后炭料不必全靠山外炭商，关账也能省下一笔。少拿账压本官！哼，本官只看玄铜。那便请大人看炉。黑红矿入炉，灰青矿后压，新炭分3次加。大人，这火比昨夜还稳。青白火，比昨夜的火还干净。这炭真比外头的好。火稳，矿性才出得劲。这不是玄铜的光，黑风矿里果然还有别的东西。开炉。成了，又成了！周家断炭也没用。赵矿头，今日这炉也要记你一份功吗？好，好，这第2块比第1块更好。刘大人，
按照昨日所立关账，3成入关账，3成修炉买料，3成复工，1成伤病银。沈昭宁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掌事了？不敢，只是账目清楚，日后大人上报玄童功劳时也好有据可查。准。谢大人。废物，连一筐炭都坏不了他的事。沈姑娘，这不是玄铜渣，这是什么？寒铁。寒铁，那可是打造破甲弩机的上等料。或许，这才是3号洞被封的真正。沈姑娘，要告诉刘大人吗？不。为什么？玄童已经让刘崇和周万金坐不住。若他们知道黑风矿有寒铁，今晚死的就不止1、2个人了。这事必须瞒住。沈家弩图，黑风寒铁，封死的3号洞。父亲当年到底在这里发现了什么？周爷，黑风矿不但自己烧出了炭，还炼出了第2块玄铜。听说那罪女已经让矿工重新分矿记账，如今矿工都听她的。记账？她一个罪女，还真想在北境立规矩？爷，要小的带人去把炉房砸了吗？砸炉房没用，炉毁了他还能再修，焊断了他还能再烧。这样的人留着就是祸根。爷的意思是除掉沈昭宁。黑风矿山道陡，矿车重，出点意外很正常。可刘崇想要玄铜邀功，他不舍得他出事，所以这件事不能让他知道。小的明白，明日黑风矿运矿时，我让人混进去，矿车一翻，谁也查不出是周家洞的手。记住，出事的是沈昭宁，炼法能抢则抢，抢不到就连他的人一起埋进矿渣里。是。北境的铁姓周，谁想改这个姓，谁就得死。勤劳守封党1页12文，陈六筛矿10文，王二补炉8文，赵八子送朝煤炭1筐0文。阿燕，你这账记得好。是沈姑娘教的好。沈姑娘，这寒铁之事真不报给刘大人？不能报。可若报了，刘大人是不是更不敢动你？寒铁比玄铜值钱多了。正因为寒铁太值钱，所以更不能报。玄铜能让刘崇升官，寒铁却能让人起杀心。寒铁可做破鞋传出去，周家、刘崇甚至京里的人都会扑过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先只炼玄铜，不动寒铁。3号洞暂时封住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可3号洞塌了，本来也进不去。他方口也要守，如果有人知道寒铁在里面，就一定会想办法进去。今日把第2炉账银分下去，另外挑一批品相普通的铁料，打一批矿镐、铁钎和护腿，先给矿工自己用。给我们用？矿工连护腿都没有，下洞就是拿命换矿。从今以后，黑风矿先护人，再出矿。黑风矿这么多年，头一回有人说先护人。人活着，炉火才有意义。黑红矿3车，灰青矿2车，黄色矿单独送试火棚，不许靠近主炉。黑风矿矿工多穿巧鞋，这脚印是山外护卫的硬底靴，鞋底带黄土，不是矿里的人。周家动作好快。阿言，沈姑娘，今日矿车道上有外人混进来了。周家的人？8成是。你别声张，去告诉秦老，让他把空矿车停在2道湾，车轮别锁死。为什么？有人要让矿车翻，那我们就让他翻到该翻的地方。沈姑娘，他们是冲你来的。周万金断不了炉火，就只能灭人。那你不能去矿车道。我不去，他们怎么动手？他们不动手，我怎么抓人？记住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账记好，把人护住。我听你的。等那罪女走到弯道口，就送车。车这么重，撞上去肯定出大事。动作快点，别让人看见。赵矿头放心，周爷说了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别提周爷，出了事儿是矿车失控，跟谁都没关系。这边矿石品相不对，推下来我看。他来了。沈姑娘，这边危险，要不我去看？不用。放！矿车失控了，快躲开！这是早就算好的。
追脚印，别追人影。他们换了矿工衣裳，但换不了鞋底。赵矿头，去哪儿？矿车失控，我去查清楚。不用查了，你方才站在矿车上方，应该看得最清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自然断裂，断口擦擦；刀割断裂，断口平整。赵矿头，这条链子是自己断的，还是你们帮他断的？有人故意要害沈姑娘！赵八子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你们别血口喷人！抓到了，他们不是矿上的人。沈姑娘，是周家的牌子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刚才若不是沈姑娘早有防备，死的就是她，还不说？矿车失控，与我们无关。你们半个时辰前就在矿车道上方藏着，鞋印从上方通到这辆车边，又从车边往密林走。你说无关，是觉得黑风矿的人都没眼睛？赵八子刚刚也在上面，他一定知道。我是巡矿，我是奉刘大人之命巡矿，吵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沈昭宁诬陷小的勾结外人，小的冤枉了。矿车链被人为割断，周家人混入矿山，意图杀我。赵矿头事发前站在车道上方，与2名周家人接触过，此事矿工皆可作证。赵八子，你当真与周家人勾结？大人，小的没有，小的是被他们骗了，小的只是帮他们指了路。指到能砸死我的矿车道上，蠢货！来人，把赵八子押下去，听候发落。这2个周家贼人先关起来。大人救我！我都是为了矿山啊！拖下去。赵八子也有今日，若不是沈姑娘，我们还以为矿车真是意外。沈昭宁，此事本官会查，你今日继续开炉，不得误了玄童。有人要杀我，刘大人只问玄童。你不是没死吗？刘大人放心，我不但没死，还会活得比你想象中更久。少将军，前面就是黑风矿，军中近来铁料短缺，刘崇一直推说矿奴闹事，无法按时供铁。镇北军箭头3月内断裂200余枚，马长一换再换，若只是矿奴闹事，断不了这么多军需。属下查过，近年军中铁桥多经周家矿行转运。周万金是。黑风矿原本被定为废矿，刘崇却每年照领修缮银，不干净就洗出来。今日矿车失控之事，谁也不许外传。若镇北军问起，就说是矿工操作不慎。刘大人这是要替周家遮掩。沈昭宁，你别忘了你是罪奴，本官一句话就能让你重新回惩戒台。刘大人也别忘了，玄童炼法在我手里。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点小事，矿车失控已经处理了。矿车失控，需要把铁链割断。这人眼力极准，不是来走过场的。刀口新鲜，端面平整，不是失控，是谋杀。少将军明鉴，下官也是刚刚查到，有周家人混入矿山，意图作乱。刘大人方才不是说矿工操作不慎吗？你是谁？罪及沈昭宁，现于黑风矿炉房做工。沈家人？是。听说你们沈家通敌？听说不等于事实。就像刘大人说矿车失控，可铁链是人割的。世人说沈家通敌，也未必不是有人割断了真相。好一张利口！少将军若只听顺耳的话，就不该来黑风矿。放肆！你说黑风矿有真相，那本将今日就查一查。少将军，矿物繁杂，恐怕不便。本将查的是镇北军军需，刘大人觉得不便。既然你在炉房做工，那你说，镇北军近3月铁料为何频频断裂？因为你们收到的不是黑风矿该出的铁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这个。军中用的剑怎会如此脆？少将军若想知道是谁在拿镇北军将士的命发财，就从这枚箭头开始查。刘崇，给本将一个解释。下官绝不敢怠慢军需。刘大人当然不敢怠慢军需，他只是敢把好铁送去别处，把脆铁送给镇北军。沈昭宁，你一个罪奴，竟敢污蔑朝廷命官！刘大人若觉得冤，不如当着少将军的面再验一枚。劳烦取10枚近日军中断裂的箭头来。陆清，少将军早有准备，这些都是军中近3月损坏的铁剑。这3枚看似同一批，实则来源不同。怎么看出来的？第1枚裂口发灰，铁性虚，是低温急炼；第2枚表面脆得亮，内里却有沙孔，是外硬内脆；
第3枚最有意思，它不是北京铁。你凭什么断定？北京铁姓陈，断口黑中带青。这枚断口泛白，水气重，是南方水铁。少将军若不信，可让军中老将验。少将军，他说的没错，这确实不是北京铁。我们用的剑竟不是北京铁，怪不得射甲师总列。刘崇，黑风矿账上出的北京铁，为何到了军中变成南方水铁？下官不知啊，铁料出矿后要经周家矿行转运，定是周家在路上偷换。刘大人推得真快。你闭嘴！我若闭嘴，镇北军恐怕还要继续拿这种淬铁上战场。让他说。阿燕，取账板。几块破木板也敢称账？破木板上的账，至少比刘大人的官账干净。这几日我分矿时，合过黑风矿废招。黑风矿并非无好铁，而是好铁被提前挑走，剩下杂矿才入官炉。可刘大人送往军中的账上，却写着上等北京铁。证据有，这一筐是刘大人账上所谓上等铁料，这一筐是从废渣里重新分出来的黑风铁。少将军可让人当场试断口。少将军，左边杂质多，右边铁性明显更足，若按品相，右边才该入军料。好铁去哪儿了？下官真不知，矿上多年按旧例分矿，也许是矿工分错了。刘大人，老朽在黑风矿挖了30年矿，从前谁敢说分矿错了？赵八子每日盯着，好矿一出动就被单独装车送走，我们这些矿工碰都碰不得。老东西，你也敢攀咬本官？老朽不敢攀咬大人，老朽只是想问一句，那些好铁究竟送去了哪里？我见过，夜里有周家的车进山，好铁从不入官炉，直接走西山道。我爹当年就是因为问了好铁去哪儿，被打断腿赶出矿山，没熬过冬天。陆青，记下。是。军中断见矿中尸体，周家夜运。刘大人掌管黑风矿多年，却一句不知。少将军，军须知牵涉重大，下官愿彻查。只是沈昭宁乃罪臣之女，她的话未必可信。他的话未必可信。那铁呢？箭头会撒谎，断口会撒谎，还是镇北军死在淬铁之下的将士会撒谎？这个少将军不好糊弄，但至少他不是刘崇一路人。即刻封存黑风矿近3年军需账，周家转运文书一并查购。刘崇，在查清前不得离开黑风矿。少将军，下官乃朝廷命官，你无权拘禁我。本将没拘禁你，只是军需未清，刘大人最好留在此处，慢慢解释。沈姑娘，刘崇被制住了，只是暂时。为什么？刘崇能贪这么多年，真正要命的人还没露面。这地方破成这样，能炼出玄铜？当然能，沈姑娘昨夜就炼出了第2块。你很信他？他救过我的命，还让我们第1次拿到了工钱。你给矿工分钱？他们做工领工钱有何不妥？矿奴私分钱银，按律可疑。那矿官私吞修缮银，矿商偷换军需铁料，按律又该如何？你很会拿话堵人。我只是不想让会做事的人被不会做人事的人毒死。你既懂铁料，可会修军中旧舰？能修一部分。多久？看数量。这是镇北军近日损坏旧舰，共300枚。300枚？这么多，至少要10日。若只是重断旧舰，不需10日。那要几日？3日。3日？你可知军中旧舰不是农具，修坏了会牵连人命。正因为修坏了会牵连人命，所以才不能拖10日。3日内你若修不好呢？任少将军处置。沈姑娘，你要什么？炉房3日归我管，刘崇、赵八子以及周家任何人不得靠近炉房10丈。我要10名矿工，2名老将，足量炭料和旧舰原料。另外，修建所得工钱按工分给矿工。你还敢谈工钱？少将军要的是能上战场的剑，我给的是人命，人命总不能白做。有胆子？胆子不是天生的，被逼到无路可走，自然就有了。好，3日，若你能让这批旧舰重新入军，本将给你一张临时军需令；若不能，我领罚。不是罚，你要随本将回军营受审。一言为定。蠢货！谁让你跟周家人明着动手的？小的是听周爷安排。闭嘴！你想死，别拉本官下水。刘大人，周爷问，萧承彦来了，账还压得住吗？告诉周万金，萧承彦查不到账本，真正的账早就不在官账里。那沈昭宁呢？他现在还不能出师。3日后，他若修不成剑，萧承彦自然会带他走。他若修成了，如何？哼，那就证明他比我想的更危险。
到时不必再留。3日修300枚，真能成吗？万一修坏了，沈姑娘就要被带走受审。沈姑娘，要不我们求少将军多宽几日？不能求。为什么？周万金断探杀人，刘崇遮掩。现在萧承彦来了，是我们唯一能把军需案摆到明面上的机会。若我修不成剑，他不会再听我说账；若我修成了，黑风矿就不再只是废矿。到那时，镇北军会需要我们。对，只要镇北军需要黑风矿，刘崇就不能随便杀人灭口。开始分剑，外裂内脆的回炉，剑脊偏软的重断，刃口崩缺但剑身尚好的修刃再淬，能救的救，不能救的容。少将军没看错人，这姑娘真懂军械。不是姑娘懂，是沈家人懂。父亲、哥哥，你们教我的东西，今日终于能救镇北军的命，也许终有一日也能救回沈家的名声。陈六分剑50枚，王二磨刃30枚，勤劳手炉1更。老将军，她到底是罪臣之女，让她碰军械会不会不妥？她若真想害镇北军，刚才不必揭穿裂铁，让那些淬剑继续送上战场。可沈家案，沈家案是朝廷定的，但军需案是本将亲眼看到的。他还不信我，无妨，我也不需要他现在信，我只要他看见黑风矿这把火能烧出真相。3日后试剑，本将亲自验。周爷说，沈昭宁3日后不能活着试剑。把这东西放进淬火槽。我现在被关着，怎么出去？刘大人会让你出去，你只要记住，明日天亮前淬火槽必须坏。若我做了，周爷能救我？你没有别的路。沈昭宁，若不是你，我还是黑风矿头。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沈姑娘，真有人来找赵八子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抓人。抓一个传话的没用，要抓就抓他动手的证据。可若他真把东西放进淬火槽，剑就毁了。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假的淬火槽。他想坏我的水，那我就让这盆水把他背后的人照出来。沈姑娘，明处这个是假的。是。那真淬火槽为什么藏起来？赵八字要坏的是众人都看得见的东西，看不见的他不敢碰，也不知道碰哪个。那假槽里要放什么？放一枚假箭头，让他以为自己坏成了。可赵八字被关着，他怎么进来？刘崇会让他进来。刘大人也要害您？刘崇想要玄铜，也想要我的炼法，但他更怕我修成军剑，让少将军继续查账。在他眼里，最好的结果是我修不成剑，却还活着交出炼法。这帮人心比矿洞还黑。所以剑要修，账要查，人也要防。阿燕，你守账也加门，看见赵八子进来别拦。不拦？让他做完。人只有以为自己得手时，才会露出背后那只手。赵八，少将军有令，赵八子不得随意走动。本官只是让他去炉房搬旧料。怎么，镇北军连矿上的苦役都要管？若耽误3日修建，你担得起吗？别闹出人命。沈昭宁现在还不能死，但他3日后也不能赢。晓得明白。淬火若坏，剑会淬。到时少将军验出问题，只会以为他技不如人。大人放心，做干净些。沈昭宁，你能算矿、算账、算人心，那你算不算得到谁也能坏事？这批箭头不要急淬，
先回火，火色按下2分，再入水。沈姑娘，刘大人让我来搬旧料。角落那堆废料搬出去。怎么，赵矿头如今连废料也搬不动了？搬得动。沈昭宁，你再聪明，也防不住水里有毒。3日后，我看你怎么跟邵将军交代。赵矿头，还有何事？你搬旧料时离淬火槽最近，正好留下看我示意没见。我还要回去向刘大人复命。不急，一没见的功夫。赵矿头，别怕呀，水又不是你动过的。我怕什么？这烟味不对，怎么发酸？赵矿头，你来验。我又不懂剑，不懂没关系，砸一下就懂了。方才赵矿头不是搬料挺有力气吗？怎么现在连锤子都拿不动了？重些。啊！哎呀，怎么会这么脆？这水有问题。沈昭宁，你修的剑这么脆，还敢接邵将军的军令？出什么事了？大人，沈昭宁修坏军舰，箭头一砸就碎，小的亲眼所见。沈昭宁，军需箭头关乎镇北军性命，你竟敢胡来！刘大人来得倒巧。本官听闻卢房有意，自然要来查看。是听闻卢房有意，还是知道淬火槽会有意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水里被人投了腐骨粉，箭头入水，外冷内裂，自然一砸就碎。有人往水里做手脚，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袖子动了。你胡说！你一个小瘸子，少攀战我！别急，我既然敢让你试，就不止让阿燕看见。秦老，把真淬火槽搬出来。这是什么？真正修军舰用的淬火槽，方才那一槽是给投毒之人准备的。赵矿头，原来你坏了半天，坏的是假槽啊！赵八子，你真要害沈姑娘？他害的不是沈姑娘一个，是要害我们所有人担罪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什么腐骨粉。你不知道？那你袖子里的药粉包是什么？搜。邵将军，确有药粉残包。刘大人，你矿上的人3番2次想坏军需，这也是矿工操作不慎。邵将军明鉴，赵八朝早已被下官责罚，许是心怀怨毒，私自报复沈昭宁，下官绝不知情。大人，明明是你让我住口！你勾结周家，谋害卢房，如今还敢攀咬本官！大人，你不能这样！我替你做了那么多事儿。3号洞修缮银，周家夜运铁料，还有……堵住他的嘴！谁敢动？继续说。我说了，能活吗？看你说的东西值不值你的命。黑风矿这些年，好铁从不入关炉。每月15夜里，周家的车从西山道进来，把好铁拉走，刘大人收金，周家换料。送到镇北军的是淬铁和水铁，果然是他们！那些断剑害死多少边军啊！赵八子疯了，他这是胡言乱语。他是不是胡言乱语？查西山道车辙，查每月15的入山记录，查周家账本便知。带人查西山道，封赵八子的口供。在查清之前，刘崇不得接触任何账册和人证。是。邵将军，你不能凭一个矿头的风话就限制朝廷命官。本将凭的不是风话，是300枚断剑，是被投毒的淬火槽，是你这张急着灭口的脸。你早知道赵八子会投药，昨夜看见有人给他递药粉，为何不立刻抓？抓一个递药的，只能抓到手，等他动手，才能顺着手抓到胳膊。你就不怕出错？若他投的是真草，你3日之约就毁了。我怕。但怕解决不了事。你不像京中贵女。我现在本来也不是贵女，我是罪籍，是矿奴，是炉房里讨命的人。你倒是认得清自己的处境。认不清的人，活不到现在。今日之事后，刘崇和周家会更急。3日事件之前，你最好不要离开炉房。邵将军是在提醒我，还是监视我？
都有。那少将军守好门，我守好火。秦老，我怎么觉得少将军好像没那么凶啊？闭嘴，记你的账。第一批可以试，这么快？这批只是修刃重淬，底子没坏，真正麻烦的是回炉重断的那一批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这枚箭头修过刃，重心偏前，你若按旧箭力道射，箭会下沉半寸，抬弓1分。你连我怎么射都管？我管箭，你若想让它准，就听我的。照他说的射。穿了，再试。成了！我们的箭真能上战场！沈姑娘成了，第一批成了。只是第一批，今晚继续。第一批箭，本将任，记下。黑风矿修建50枚，可入临时军需。黑风矿的东西终于能堂堂正正入军需了。父亲，哥哥，沈家造的剑曾护北境，如今我在黑风矿重开炉火，也一定会把真相送回京城。少将军，刘崇信中提到了寒铁。黑风矿果然不止玄通，刘崇被看守却还能传信，说明黑风矿里还有他的人。属下这就去封锁监矿所。不急，刘崇急着传信，说明他也只是怀疑寒铁，并未拿到实证。真正见过寒铁的人不是他。少将军是说沈昭宁？他知道的比他说的多。那要不要把他拿下审问？他刚修成第一批军舰，现在拿他，陆防就散了。那少将军打算如何？先问。他若肯说，是合作；他若不肯说，如何？就看他到底在防谁。这批箭头不能急，先回炉，再折断。淬铁不是烧一遍就能变好，要把杂质逼出来。火色比方才稳了。沈姑娘，第2批若成，今晚就能过半了。过半不算赢，300枚全部能用才算赢。少将军来了。秦老，先保火，别让炉温掉。明白。少将军深夜来炉房，是要验剑？验这个。看来你知道。刘崇疑心重，什么都敢写。本将问的是，你知不知道黑风矿有寒铁？少将军若是来审犯人，可以让人拿枷锁；若是来查军需，就请先问清楚，寒铁消息传出去会死多少人？沈昭宁，少将军问你话，你照答便是。陆亲卫，你可知寒铁能治什么？破甲弩机、战车轴剑、重骑马甲。那你也该知道，黑风矿如今只有矿工数百，炉房破旧，守备不足。若寒铁坐实，周家会来抢，刘崇会来夺，京城也会有人伸手。到时候矿工死，炉火灭，军需断，少将军拿什么守北境？所以你瞒着本将。我不是瞒少将军，我是还没确定谁能护得住这个消息。你不信本将？少将军信我吗？你看，我们都一样。本将可以不问寒铁在哪儿，但从现在起，3号洞、旧窑、炉房都由镇北军家守。若再有人靠近，格杀勿论。可以。还有，寒铁若真存在，不能落进任何人手里，包括你。我想要的不是寒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沈家的清白。那就先修完这300枚剑。你赢了，本将继续听你说沈家；你输了，寒铁也好，清白也罢，都不会有人听。我不会输。少将军，这是何物？你的字，刘大人不认了？下官不知，许是有人仿写，意图陷害下官。信鸽是从你窗前飞出去的，墨迹未干，发簪中还藏着同样的宝纸。刘大人这陷害倒是陷得周全。周万金每月15从西山道运走好铁，是不是你放行？下官没有。好铁换淬铁，
送入镇北军是不是你盖印？下官不知。3号洞修缮银是不是你吞了？少将军明察，下官冤枉。函帖在哪儿？什么函帖？下官从未听闻。你信中写已有函帖，若从未听闻，疑从何来？是赵八子胡说。他说沈昭宁藏了什么白色铁渣，下官一时多银才写了这么一句。白色铁渣在何处？下官没见过。刘崇，你最好祈祷自己真的没见过。若函帖消息从你这里传到敌国，本将会让你知道军阀比矿刑疼得多。继续看守，从现在起，刘崇不得见任何矿官差役周家人。是。萧承言已经起义，沈昭宁的贱人也压不住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查到3号洞。将军，就是这条路，就是这条路。每月15夜里，赵八子就让我们早早回棚，不许靠近。可我有一回夜里出来找我弟，看见周家的车从这儿进来，车辙深，常年重载，这里不像废路。陆亲卫，这里有铁砂，是好铁切边，不是杂矿。果然，好铁都从这儿被他们运走了。谁？追！周家人？不是，我是山民。山民带周家腰牌，说，周家夜里从这条路运什么？不说，就按供需按同犯押回去。我说，周家每月从黑风矿运好铁出去，再把南方水铁和淬铁换进军需车，小的只是看路，不知道别的。谁负责交接？赵八子和刘大人的师爷，有时候还有经理来的马车。经理来的马车，车上没有徽记，但每次来，刘大人都亲自迎，周爷也不敢怠慢。带走。军需加铁，周家只是守，背后那只眼睛在京城。这一批要慢迁，先入温水，再入冷水，急了会裂。困就去睡半个时辰。不困，我还能记。臭小子，眼睛都快闭上了还逞能。我怕我一睡，伤就乱了。记得很好。真的吗？比刘崇的关账可信。你倒是时时不忘损刘崇。不是损，是实话。这账是他记的。阿燕不识几个字，但记得清楚。符号记账倒也清楚。少将军，沈姑娘说了，不会写名字就先画符号，只要账清楚，谁都别想吞我们的功。你教矿工记账，不怕他们以后不听你的？我又不是刘崇，我不靠他们糊涂活着。黑风矿若真由你管，你会怎么管？少将军，这是试探还是闲聊？都有。先修洞，再分矿，先护人，再开炉。好矿入军需，杂矿做农具，废渣是炉。矿工按工领钱，伤者有伤病银，账目公开。若还有余力，就重开旧窑，不再受周家探伤掣肘。你想得倒远。不想远一点，眼下这条命都活不长。沈家若未出事，你本该在京中议亲。少将军觉得我像是适合议亲的人吗？不像。那便对了。比起绣花，我更喜欢看炉火。不好，路问偏了。压火，灰青矿车半筐，不要加水，先稳风，或招风势。这样的人，若生在清白之家，必不会困于后宅。沈家案，或许真有蹊跷。少将军为何突然让我们守这个塌洞？都塌成这样了，还能有人进去？少废话，少将军的令，守就是了。你听见没？里面有人。谁在里面？20年了，3号洞里的东西，终究还是要见光。沈姑娘，第2批100枚成了，加上第1批已经150枚。
1半了，300枚过半了。先别欢喜太早，后面回路最重的那一批才最难。少将军，西山道查到了周家的车辙和好铁切边，还抓到一个周家探警。他供出每月15夜里，周家会从黑风矿运走好铁，再换淬铁入军需车，并且曾有京中无灰拿车来矿山。京中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我父亲出事前曾写信回府，说北境军械仗有异。那封信送到之后不过3日，沈家便被查。沈家案和军需假铁可能是同一条线？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少将军，不好了！3号洞守卫被打晕。3号洞那里不是塌了吗？谁还能进去？3号洞藏着沈家弩徒，也可能藏着寒铁矿脉。有人比我们更早知道入口。陆青，带人封山。沈昭宁，你留在卢房。不行，我要去。3号洞危险，里面若真有沈家留下的东西，我必须亲眼看到。少将军要查军需，我要查沈家。这一次我们查的是同一个洞。跟紧我，没有本将允许，不许擅自入洞。少将军守好刀，我守好眼睛。沈将军，属下终于等到沈家后人来了。20年前没死干净的人，今日也该闭嘴了。你们果然还盯着3号洞？不盯着，怎知沈家的狗还活着？沈家军没有狗，只有绝不低头的兵。那就去地下陪你的沈将军尽忠，不能让他进去，里面的东西是沈家最后的清白。住手！谁让你跟来的？我担心沈姑娘。她记账记得清，认路也快，带着有用。这里不是卢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要来。拿下！小心！别追，里面还有暗道。他不是周家普通护卫，身法像军中死士。军中死士，那背后恐怕不止周家。你是沈将军的女儿？你认识我父亲？沈家军旧部韩昭见过大小姐。沈家军旧部，父亲的人竟真的还活着。起来说话，你伤得很重。属下苟活20年，就是为了等沈家后人来此。大小姐，沈将军没有通敌，沈家军也没有叛国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20年前，黑风矿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是萧家人？镇北军萧承接。镇北萧家，当年接管沈家军械的就是萧家军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萧家军接管沈家军械？20年前，沈将军查出有人以北境军械之名私挑好铁，暗铸弩机。那批军械原本要上报京城，却在半路被一道京令调走。护送令上的接应军印就是萧家军印。萧家军印可伪造，京令也可能是假。当年之事，我会查。查？沈家等着一个查字，等了20年。等来的是满门获罪，钟鼓蒙尘。韩叔，现在不是翻旧臭的时候，你守着这扇门，里面有什么？证据，沈将军当年留下的证据。是账本吗？有账本，也有军械图，还有当年被调走的寒铁样料。石门后设了沈家机关，只有沈家血脉
才能开。不急，先给他止血，确认机关再说。不能等，那些人已经知道大小姐来了，下一次来的就不止一个死士。若石门被他们先破，沈家最后的证据就没了。怎么开？你没听见他说有机关？少将军，若里面关着的是萧家清白，你会等吗？我等不起。要是只能看外锁，内锁要沈家血。掌心如印，血落军印。若非沈家血脉，机关会射出毒针。毒针！退后。门缝有暗孔，韩兆没有说谎。少将军是否先让匠人拆机关？拆不得，贸然拆卸会损坏里面的铁匣。沈姑娘，机关停了，真的是沈家血脉。将军，大小姐来了。包上。多谢。别卸得太早，门开了不代表里面安全。我知道。他们都是当年护政局留下的人，有些人死在追杀里，有些人死在这密室前。属下本也该死，是沈副将把我推出了暗道，让我活着等沈家后人。沈昭宁，见过诸位叔伯。我不是沈家军，但沈姑娘救过我，我也给各位叔伯磕一个。证据就在里面。寒铁，这么纯的寒铁，若黑风矿真有矿脉，金令吊铁，周家转运，军中接应。怎么会有萧家军印？现在少将军还觉得萧家与沈家案毫无干系吗？这印不对。哪里不对？萧家军印右下角有一道缺痕，是15年下边关大火后才有的。20年前的萧家军印不该有这道缺痕，这枚印是后来补盖上去的。少将军说的对，这印是假的，或者说是有人后来伪造旧账，故意把萧家拖进来。有人不仅害沈家，还想让沈家和萧家互相猜忌。所以，现在我们查的是同一个人了。不，查的可能不是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能调动金令、周家、矿官，还能伪造军印的人，绝不会只是一个人。这里记录的好铁数量，远超黑风矿明账。刘崇这些年瞒报的，不只是玄铜和寒铁，还有普通好铁。军需假铁只是其中一环，真正值钱的寒铁很可能早就被少量运出过。若寒铁已经外流，敌军手里可能也有。当年沈将军发现后，立刻封了3号洞，寒铁主脉应该还在，但样料是否流出，属下不敢保证。韩叔，当年我父亲为何不直接上奏？上奏了，可奏折还没出北京，京中回令先到了。令上说沈将军私扣军械有通敌嫌疑，命其即刻交出军械账。将军察觉不对，才把账本藏进3号洞。当夜我们遭遇追杀。父亲不是没有求过朝廷，只是他求到的地方早已有人等着杀他。
那道经令可还在？有残篇。这个二字是二思、二营，还是？也可能是二皇子。慎言。少将军怕了？我怕你在证据不足前，把自己送上死路。我已经在死路上了。那就更要活着走出去。少将军，塌方口外发现黑衣人，人数不少。他们追来了，是灭口的人，他们不会让证据出动。陆青，护证据，其余人随我杀出去。等等，3号洞里地形复杂，硬杀未必占便宜。矿粉能迷眼，也能引燃烟尘。你要在洞里引爆？不是暴动，是封路。你负责封路，我负责开路。成交。快到窄口，快走！沈姑娘，这真能挡住他们？他们人多，暗道窄，只要看不清路，就会互相堵住。沈昭宁，小心！走。不是让你跟紧我，我跟得够紧了。再近点。少将军刚才是不是急了？快送去包扎！大小姐，证据不能落入旁人手中。我知道，韩叔，你先活下来，你活着就是沈家最重要的人证。封3号洞，没有我的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黑衣人遗留的兵器、剑矢全部收起，一个都不许漏。是。少将军，现在你看见了。看见了，也明白你为何不肯说。那少将军现在信我几分？5分。才5分？剩下5分，看你3日后实践。少将军还真是公私分明。你不是喜欢账清楚，信任也是账。那我会让少将军这笔账越记越多。沈姑娘，你刚从3号洞出来，不歇一会儿吗？不能歇，300枚剑还没修完。可是你手还在流血。这点血，比起沈家军20年的血债，不算什么。沈昭宁，你到底还能烧出多少东西？主子，3号洞证据被沈昭宁和萧承业拿到了。那就让黑风矿永远烧不出第3日的剑。第一批50枚，第二批100枚，共150枚，还差150枚。前2批好歹有底子，这最后一批断成这样，还能修吗？这哪是剑，这就是铁渣。若按寻常法子，只能全熔了重铸，可重铸150枚3日不够。不能全熔，那怎么办？3枚废剑，合炼1枚新剑，剑脊用铁性尚存的部分，刃口用回炉净化后的硬料，尾端重新培重。拼断？对，不是修，是重拼。可这样做稍有不稳，剑飞出去就偏。所以要配重，每一枚都要称，重心不能差半钱。每一枚都称，那得称到什么时候？称到天亮。大小姐，沈家军旧法中
确有频短一法，但此法耗神，掌火之人半步不能离炉。你已经2日眠，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也得撑。将军当年也是这样说的。当年军械案初起，所有人都劝将军别查。将军说，北境士兵拿着沈家军发下去的兵器上战场，兵器若有问题，死的就是自己人，撑不住也得撑。那这一次，我替父亲撑下去。开第3炉，阿燕记重，勤劳掌风，其余人分剑。天亮前必须成批。是。沈姑娘说了，这批炭是第3炉的命，千万不能出事。放心吧，我眼睛睁着呢。把油倒进炭堆，一把火下去，整座旧窑都得炸。别烧山，只毁炭，不留火线，要让他们以为是旧窑自己回火烧坏。谁？沈昭宁，没了这批炭，看你拿什么开炉？老头子烧了一辈子命，烧一窑炭不容易，你们说毁就毁，问过我们了吗？烧！沈姑娘，不好了！后山旧窑遇袭，有人要烧炭。什么？那可是第3炉的炭！沈姑娘，我去。你留下记剑仇，炉房不能乱。可是秦老他们在后山，他们挑这个时候动手，就是要我离炉。我若走，第3炉废；我若不走，旧窑可能毁。后山我去。旧窑东侧有回气道，不能见明火。若炭堆已被浇油，别用水泼，会炸烟。用湿泥封，先隔火，再脱炭。湿泥封火，隔火脱炭。还有，黑油若入炭心，外层弃掉，内心还能用，别让人全扔了。你人不去也能管？炉火教的。收好你的炉，收好我的炭。慌什么？他们烧的是炭，不是我们的手。继续。背后，少将军，炭锥被浇了油，不能见火。陆青，湿泥封火，隔火脱炭。那边也有火。陆青护窑，其余人随我拿人。你不要命了！沈姑娘说了，这窑炭是第3炉的命，老头子命贱，炭贵，命没有贱。谁派你来的？又是死士，查身上。少将军，这令牌收好，不要声张。是。外层废了，内心还能用。立刻送回炉房。给沈姑娘送炭。沈姑娘，炭不够了，旧窑那边还没送回来，再这么下去，炉温要掉。把前2炉剩下的炭渣拿来。炭渣火不稳啊。单用不稳，混松脂木屑和灰青矿粉，可以顶半克。半克够吗？半克能救1炉。大小姐，你和将军真像。
我父亲也会这样救路？不，将军不会炼矿，但他也总能在所有人都觉得没路的时候，硬生生找出一条路。当年若不是新中州内令来得太快，将军本可以翻案。那就这次翻。可对方若真是二皇子，那就把二皇子也烧出来。家风，风响起！我救回来了，还不够，等舅舅姚探回来。沈姑娘，探保住了，少将军让我们送回来。少将军真保住了，内心没坏。入炉。萧承彦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287、288、299、300枚！沈姑娘，300枚齐了，成了！我们真修完了，3日300枚，黑风矿做到了！少将军的披风废了，你的炭保住了。他们这算不算互相记账？闭嘴！这批剑与前2批不同，前2批是修，这一批是废剑重拼。废剑重拼，这能上战场吗？能不能上试剑场便知。你还能站稳？试剑之前，我不会倒。好，辰时试剑。不等辰时。现在是炉火未冷，人心未散。第1批试准。准。第2批试穿。比军中旧剑强啊！还有第3批，这批我亲自试。少将军，第3批重心略沉，适合破盾，不适合轻射。弓拉满，箭出时不要压腕。你连少将军怎么射也管？我说过，我管箭，谁射都一样。听你的。破盾了！成了，真的成了！300枚全成了！沈姑娘，我们赢了！站不稳就别硬撑。我说过，试剑之前不会倒，现在还差最后一局。黑风矿修建300枚，全部可入镇北军临时军需。从今日起，黑风矿炉房由沈昭宁暂管，重修镇北军旧剑、马掌、刀鞘，任何人不得擅扰。黑风矿终于不是废矿了。完了，沈昭宁一旦接了军需，黑风矿就不再是我能随手遮住的地方了。3日之约，你赢了。那少将军答应的临时军需令呢？黑风矿炉房临时军需令，有此令，刘崇动不了你，周家也不能明着抢炉房。只是明着不能，暗着我会查。少将军这是正式要查军需案了。从断剑到寒铁，从周家到京中马车，不查，镇北军还会死更多人。那沈家呢？3号洞证据我会封存，韩兆我会护住，沈家案我会重查。少将军现在信我几分？7分。300枚剑只涨2分，剩下3分等你告诉我寒铁主脉在哪儿。少将军真会算账，跟你学的。少将军，
刘崇那边如何处置？押回监矿所严审。周家西山道今日封路，另外派人盯紧山外无灰马车。是。你们也查到无灰马车了？西山道证人供出来的，你也知道。父亲旧信里提过一句，军械仗异常时，北境曾有无灰马车出入。父亲说，那车虽无灰，却有京中贵人的金粉香。金粉香。京中皇族与贵胄常用的车厢熏粉，寻常商贾用不起，也不敢用。少将军，昨夜黑衣人附近也发现过金粉。3日300枚，沈昭宁倒比他父亲更难杀。主子，再给小的一次机会，小的一定把黑风矿和沈昭宁一起拿下。拿下？他如今有萧承严护着，有镇北军居胥令，还有3号洞证据，你拿什么拿？小的可以从矿工下手，那些矿奴贱命一条，吓一吓，人心自然散。蠢！沈昭宁靠矿工起事，那就让矿工亲手背叛他。告诉刘崇，旧账可以弃，活账不能留。3日后，我要黑风矿的人自己跪着求沈昭宁滚出去。是。沈家人果然都该死在自己守护的人手里。300枚军舰已验收，这是临时军需令附文。从今日起，黑风矿炉房暂归镇北军知需统管，任何矿官矿商不得擅自干涉。太好了，以后刘崇不能随便动炉房了，周家也不能说断碳就断碳了。沈姑娘，我们真的熬出来了。只是暂时，暂时也好啊。对，暂时也足够我们喘一口气。这是第一批修建军需银，按300枚军舰核算，共银20两。少将军吩咐，交由沈姑娘按工分发。20两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。账本，300枚军舰，所有参与修建、烧炭、分矿、守炉、运炭、护窑之人，按工领钱，其中3成复工，3成修炉制料，3成入官面军需账，1成归伤病银。沈姑娘，还是按原来的分。规矩一旦立下，就不能因银子多了变。好，账清楚，人心才稳。你倒是不贪。贪的人账本都写不长。刘崇的账写了很多年，所以快烧到头了。哼。秦老，守炉2夜，护窑1次，伤病银另计，共3钱。老头子也有这么多？你护下旧窑，旧的是第3炉，该拿。老头子这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这双老手还值钱。陈六，分矿、运炭、护窑，共1钱8间。王二，磨刃、拉风、示众，共2钱1英。王二，你手抖什么？没见过这么多银子。王二，你昨晚磨剑的时候不是还说要拿钱给你媳妇儿买药吗？怎么现在拿了钱反倒像烫手？是高兴。沈姑娘，往后镇北军还要修马掌刀鞘，是不是我们也有活干？有，但要按规矩干。谁偷工，谁出错，谁拿人命当儿戏，谁就离开炉房。明白。少将军，这些矿工现在是真服他，所以更有人想让他们不服，让人盯紧今天领银的人，钱刚到手，最容易出事。是。师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二，领了不少银子吧？这是我做工挣的。做工？你以为你修的是农具？那是军舰，罪奴私修兵器，按律轻则砍首，重则连坐。不可能，有少将军的军需令。少将军今日护你，明日若回了军营呢？沈昭宁是沈家罪女，她拿你们修军舰是给自己翻案铺路。真出事，死的是谁？是她，还是你们这些矿奴？听说你媳妇儿病了，孩子还小，你若被连坐，他们怎么办？
沈姑娘不会害我们，不会害你们。那她为何要让阿燕记公账？账上写着谁修了军舰，谁烧了炭，谁碰了炉，日后朝廷追罪，一本账就能把你们全拖出去砍了。那账是为了分工钱，你信吗？她是将门嫡女，懂军械，懂账本。你们是什么？一群不识字的矿奴。她真要卖你们，你们看得懂吗？今晚把阿燕的账本拿出来，不用你杀人，不用你放火，只拿一本账。账毁了，你们这些修建的人才有活路。我不能背叛沈姑娘。你可以不背叛，只是你媳妇儿今早去山外抓药，走的是周家路。你们把她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只是请她歇一宿。你把账本拿来，人就回去。修建300枚，复工银6两，修炉质料6两，伤病账银2两。阿静这字虽然像重爬，但比以前强多了。沈姑娘说了，字丑没事儿，账不能丑。我说的是账不能乱。王二，你不是回棚给你媳妇儿送银了吗？她还没回来，我来看看还有没有活儿。你媳妇儿去山外了，去抓药。如今周家盯着黑风矿，山外路不安全，以后家眷出矿先报给秦老，安排2人同行。沈姑娘，你为什么总替我们想这么多？因为你们替我守过路。沈姑娘，少将军派人送救马长来了。阿燕，账本收好，今日分银账不要离手。王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看你写字儿挺快。沈姑娘教的，等以后我学会更多字，我也教你们。军中伤药，少将军今日送军需令，又送伤药，这笔账我怕还不起。记着就行。你很喜欢记账？跟你学的。今日矿工领银，看似人心稳了，但越稳，越有人要动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把账本放在阿岩舍里。阿岩需要学着守账，黑风矿以后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你不怕账本出事？怕，所以我留了副账。副账在哪儿？少将军这是要查我的账？我是在问你有没有后手。有，但我更想看看他们会先动谁。你在等人背叛？我不想等，但他们一定会批人背叛。矿工刚拿到钱，家眷又在山外，周家最擅长拿软肋逼人。那你为何不提前封山？封山能拦住路，拦不住怕。怕若不露出来，迟早会烂在心里。你年纪不大，心思倒狠。不狠，怎么活？若真有人背叛你，你会如何？看他为何背叛。为贪，按规矩罚；为惧，给他一条退路；维护家人，那就先救人。沈家叫你的？我父亲说，兵护民，民才护城。矿也一样。我会派人查矿工家眷出入，这笔账也记着。阿燕，别写了，明早再弄吧。不行，沈姑娘说今日账今日清，钱分出去了，账要对得上。你现在比账房先生还像账房先生。等我以后字写好了，沈姑娘就不用这么累了。喂，里头的，出来搬料了。王二哥，你还没走？阿燕，你去歇会儿吧，我替你看一会儿。不用，你又看不懂账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等我学会了，我也教你。沈姑娘说，黑风矿以后人人都要看得懂账。阿燕，你信沈姑娘吗？信啊，她救了我的命，还让我们拿工钱，除了她，谁把我们当人看？
可若他也护不住我们呢？若朝廷说我们私造军械，要砍我们的头呢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就是害怕。怕就跟沈姑娘说，她会想办法。什么都靠他，他也是人呐。阿静，沈姑娘找你看旧马掌账。我去一下，账本你别碰啊。账毁了，你们这些修剑的人才有活路，否则你媳妇儿山路一滑就回不来了。王二，你可想好了？拿到了。我媳妇呢？先把账给我们。我先见人。王二，你现在没资格谈条件。你们若不放人，我就喊！喊？你偷沈昭宁账本，证据就在你怀里。你喊来的人是救你，还是抓你？给我。这账本，不如给我看看。沈姑娘，拿下！王二，我给过你工钱，也问过你媳妇为何独自出矿，你还是没告诉我。沈姑娘，我不是想害你，他们抓了我媳妇儿，说若我不拿账本，她就回不来了。他们还说这账日后会害死我们所有修剑的人。王二哥，你偷账本？阿言，对不起。你可以跟我们说，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怕，我真的怕。我好不容易拿到银子，我媳妇儿还病着，我孩子还小，我怕我一说她就死了。他们抓了王二媳妇儿，还说账本会害死我们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们这些罪奴私修军械，名字都在账上，等镇北军一走，朝廷追罪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私修兵械，这会连罪吗？我们只是听沈姑娘做工。沈昭宁拿你们的命赌沈家翻案，她是将军府嫡女，有少将军护着，你们有什么？沈姑娘，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沈姑娘，我对不起你，可我真的不想我媳妇儿死。现在若压不住，人心会散。谁说这本账是用来定你们罪的？那你敢当众烧了吗？敢。沈姑娘，但烧之前，我要让你们看看，真正会害死你们的账究竟在哪儿。